我也很想知道，这儿怎么会有海鸟的叫声？水边有海鸟飞过来很正常，要去找找看。你的想象力还挺丰富的。找到了，原来在这里。这种环境音响藏得挺深，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。在泳池边播放大海的环境音确实很妙，尤其是海鸟的声音，挺让人有代入感的。听着海边环境音游泳，四舍五入，我们就在海里游泳了。是有这个感觉。那我们现在就下水，体验一下海泳的感觉。我先示范换气时身体怎么控制，你跟着试试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学得很快啊。我这才刚刚开始教，你就学得差不多了。别担心，不会看学员太有天赋，教练就撒手不管了。我会一直在旁边看着的。要是你的动作有任何的不标准，肖教练一定会及时纠正。要和我比一圈啊？看来肖小武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师了。当然可以，不过我要是赢了，可得有奖品。小坏蛋，抢跑可算耍赖啊！冠军的奖品，要亚军的一个吻，不过分吧？谁说我也耍赖了？我早到了，一直躲水下等你呢。我听你的声音，怎么有点喘啊？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冠军奖励再兑换下去，我们两个人都该缺氧了。和你一起坐在水边，耳边有看不见的海鸟叫着，隐隐约约还有风吹过来，就好像真的来到了海边。羡慕我在水中很自在。哪有人天生就能在水里来去自如啊？我一开始也不会水。说实话，我小时候不太喜欢水，更害怕水弄湿自己，因为我讨厌身上那种湿漉漉的感觉。被弄湿这件事往往意味着狼狈，大概我讨厌的是狼狈才对。对，我小时候就这样了，像个刺猬一样，谁来都会扎一手刺。就是不想让人看出自己其实并不像表面那么强大。一直以来我总想着去征服什么来证明自己，而我第一次征服水不是在这种设备齐全水质干净的泳池，是在海里。很意外，其实很多人学会游泳都不是出于本意，而是为了求生。我刚开始做赏金猎人，轮不到自己挑任务。虽然讨厌海，
但接到出海任务时，也只能上。后来做任务的那艘船出了意外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跳进海里。这么担心我？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在你身边吗？要是我出意外了，现在摸你的脸，在你身边安慰你的是谁？不用担心，我的命本来就不该被一次意外决定。大概老天也是这么觉得。跳入大海之后，求生的本能竟然让我无师自通学会了游泳。为了活下去，我硬生生地游了2公里，终于找到了救援船只。被捞上来之后呢，我坐在救援船的船头，看着轮船推出连绵的细浪，月亮在海平面沉浮。那天晚上，我想了很多东西，关于命运，关于人生，关于未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不是我征服了大海，而是大海接纳了我。还很慷慨的，让我因此多了一项生存的技能。总之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觉得水没有那么讨厌了。湿漉漉也很好，像条鱼，又比鱼自由，入得了海，又能在陆地行走。任务嘛，当然是圆满完成了。它还成了我第一个独立执行成功的任务。船只行驶回港，我看见太阳的金光洒在海面，心里甚至产生了一种不舍的情绪。还没有下船，我就开始怀念海风的味道，海鸟的鸣叫了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早在那个时候就爱上了大海。大海宽广无垠，美丽神秘，它好像允许一切可能的发生，带给我无限的自由。说起来，我大学志愿填报海事学院也有这个原因，好像不断的冒险，找到新的挑战，然后享受一切的习惯，从那以后就养成了。怎么突然握我的手，握得这么紧？光是确认我的脉搏还不够，要不要把耳朵贴上来，听听我的心跳？确认好了吗？我的一切，想一直将我留在身边。我也有一样的想法。现在的我依然期待大海带给我的无限可能，但我不会再允许自己出现意外了，因为岸上有一个人还在等着我，他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，指引我归途的方向，领我回到叫做家的港湾。我
我的心跳也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跳得更加有力。是你让我确信，无论是大海还是人海，我都不再是独自漂浮了。